大家早上好。哇，好多人啊，副总统先生，我们很高兴您能来。这显然是我们这次在华盛顿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亮点。我希望不是，当然。这是个亮点。今天上午非常荣幸欢迎您来到这里。实际上，对于那些不经常参加慕尼黑会议的人来说，这已经是副总统第3次参加这个会议的活动了。2月份的时候，您在慕尼黑的演讲引发了一场关于一些根本价值观的相当有争议的辩论。那次和我们在以往会议上见过的任何情况都不一样。实际上，我们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你们出去的时候会拿到一份，这是关于那次演讲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响。好的。关于根本价值观、言论自由和法治应该如何解读和应用的激烈辩论，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但是昨天我们和您的团队为今天的会议做准备时，我们达成了一致。他们也同意，今天我们应该着重讨论当前外交政策的挑战，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再次感谢各位抽出时间，时间有限，我就直接开始吧。您第一次来慕尼黑的时候，还是俄亥俄州的参议员。提到俄亥俄州，我就想到了戴顿协议。30年前，也就是1995年，我当时是德国的谈判代表，所以当时我其实在俄亥俄州戴顿住了1个月。太好了。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正是通过美国的干预，因为美国的干预，欧洲才得以在当时的巴尔干半岛实现和平。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美国和欧洲的一位杰出的美国前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 （Righty） 大约30年前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写道：美国是并且应该仍然是一个欧洲强国。今天30年过去了，我的问题是，您是否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将自己视为一个欧洲强国？记得在慕尼黑，你曾说过，我们仍然是同一支队伍的，我们现在还是吗？这对美国在欧洲的存在以及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意味着什么？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好的，首先感谢，抱歉，我的麦克风好像坏了，不过我们有备用的。大家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很好，是的。首先，我很高兴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能进行这次对话。我一直很期待。是的，我仍然认为美国和欧洲是同一阵营的。你知道，有时我被批评为过于现实，认为外交政策纯粹是基于交易价值，美国能从中得到什么？世界其他国家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如果只关注事务性的价值，我们有时会忽略人道主义或道德层面，但是至少在对欧洲的看法上，这并不能完全概括我的观点，因为我认为欧洲文明和美国文明、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是紧密相连的，而且他们将永远联系在一起。我认为试图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之间打入一个楔子是完全荒谬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之间不会有分歧。正如你之前提到的演讲，这也不意味着欧洲不能批评美国，或者美国不能批评欧洲。但我认为，从根本上讲，我们必须而且也确实属于同一个文明阵营。我认为，在21世纪，这意味着什么？这显然是一个大问题。
川普总统和我相信，这意味着欧洲应该在国防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我认为，坦率地说，大西洋两岸的我们，在过去的20年里都有点过于安于现状，而这种安全态势不足以应对未来20年的挑战。所以，这个联盟有很多方式会演变和改变，就像这个联盟从1945年到1975年，再从1975年到2005年那样演变和改变。我的确认为，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需要重新思考很多大问题，但我的确认为我们应该一起重新思考这些大问题，这是我和总统都坚信的。而且你提到，这是我第3次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言，当然，前2次都是在慕尼黑，我总是很怀念第1次，那次我是作为俄亥俄州的参议员来的，而且我很高兴你有机会在戴顿待1个月。我喜欢戴顿，如果能称得上是大城市的话，它算是我长大的地方附近最大的城市了。在第1个小组讨论上，我和戴维·拉米都在，当时他还是个地位不高的反对派成员，当然他现在是英国伟大的外交部长。我和他已经成了好朋友，所以我仍然认为欧洲盟友关系非常重要，但我认为为了使其重要，为了我们彼此成为真正的朋友，我认为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我们必须讨论重要的问题。我知道这是整个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很高兴来到这里。Great, thank you so much. And I think the message非常感谢，我认为欧洲已经收到了这样的信息，那就是我们需要承担更多责任。正如你们所知，我们都在努力增加开支，有些人确实增加了非常多的国防开支，另一些人则稍微落后，但我认为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让我来谈谈一个非常具体紧迫的问题。乌克兰从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情况来看，川普政府似乎和我们欧洲的大部分人一样认为，不幸的是，俄罗斯似乎并不真正愿意结束这场军事对抗。如果这是评估结果，如果这是我们的集体评估，您能否谈谈美国接下来的战略？我们都希望这场战争结束，而且我个人认为，川普政府开启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对话的进程是正确的。但是，俄罗斯似乎对可能提供给他们的交易不感兴趣。所以，请您谈谈下一步的计划。好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先说几点。首先，感谢您对本届政府的赞赏。显然，我认为我们启动谈判进程是正确的。我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斗已经持续太久了，很明显，双方都有很多人丧生，而且有大量无辜者失去了生命。我们的观点是，这场战争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而双方甚至没有就结束冲突的必要条件进行建设性的对话，这很荒谬。我认为，川普总统一直很擅长的一件事，也因此受到了很多批评。在我看来，来自美国和一些欧洲媒体的批评是不公平的，那就是我所说的战略现实主义或战略洞察力。换句话说，你不必同意俄罗斯为这场战争提出的理由。当然，川普总统和我本人都批评了这次全面入侵，但你必须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才能结束冲突。我认为川普总统在这方面一直非常明确，那就是实际上迫使俄罗斯人说出为了结束冲突，我们想要什么。再说一次，你不必同意他们的要求，你可以认为他们的要求太过分。当然，俄罗斯人提出的第一个和平提议，我们的反应是，你们的要求太过分了，但谈判就是这样展开的。我倒不至于，我还没那么悲观，我不会说俄方不希望解决问题。我想说的是，目前俄方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一系列让步，以此来结束冲突。我们认为他们的要价太高了。当然，乌克兰也很重要，他们是另一方，至少是直接冲突的另一方。我们必须问，乌克兰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什么才能使这场冲突圆满结束？我们会继续进行对话。总统已经说过，如果他认为没有取得进展，他会退出。
我认为大概每隔4到5周，你就会听到一些美国官员，有时是多位美国官员说，本周我们需要再进一步。特别是我们现在希望采取的步骤是，我们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能就坐下来谈判的一些基本准则达成一致。显然，美国乐于参与这些对话，但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始对话非常重要。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希望采取的下一个重要步骤。为什么这很重要？原因是我提到了俄罗斯，但乌克兰也给我们递交了一份文件，上面写着，为了从我们的角度成功解决这场冲突，我们需要什么？可以预见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立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我们认为谈判的下一步是努力弥合这一鸿沟。我们认为，如果双方不进行一些直接谈判，我们可能无法完全调节此事，所以我们关注的是这个。但我现在还没有对此感到悲观。我的意思是，显然，俄方和乌方还没有达成一致，因为战斗仍在继续。乌方表示他们同意停火，30天的停火，我们对此表示赞赏。俄方表示30天的停火不符合我们的战略利益。重要的是要了解对方的立场，你不必非得反对他。所以我们试图超越对30天停火的坚持，更多的关注长期解决方案会是什么样子，并且我们一直试图推动事态发展。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我认为这可能不会让在座的各位感到惊讶，但有很多不在场的人在关注着。坦率地说，我们对双方都感到失望，他们彼此憎恨，以至于如果你和任何一方谈话1个小时，前30分钟，他们都在抱怨一些历史上的委屈。是的，那些4年前、5年前或者10年前的事我知道，人们之间开战肯定是因为存在很多不满和问题，但我们正尽力发挥建设性作用，以推动和平对话向前发展。我想重复一下川普总统多次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我们坚信这场冲突持续下去，对我们、对欧洲、对俄罗斯和对乌克兰都没有好处。我们认为，如果各方冷静下来，我们就能促成持久和平，这将有利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能够结束对生命的摧残。我认为人们低估了我们美国总统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他对此怀有真正的人道主义冲动，他厌恶无辜人民丧生，甚至厌恶士兵在不必要的冲突中丧生。他只是想停止杀戮，这也会继续是美国的政策。但很明显，正如各位所见，我们会根据各方提出的诉求来调整政策并做出反应。Great, thank you very much. If I can just offer 2 footnotes to that, I think 非常感谢。 Europeans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补充2点。我认为对我们这些与乌克兰为邻的欧洲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与俄罗斯为邻的欧洲人来说，我们现在逐渐意识到，目前的情况不仅仅是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的防御战，它也对整个欧洲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换句话说，这也间接地关系到我们的防卫不仅仅是乌克兰。所以我们非常希望看到这场战争能够结束，而且我认为谈判和结束冲突的关键在于，结果必须是持久的，不会在未来3个月、6个月或9个月内再次破裂。副总统先生，鉴于时间有限，问题繁多，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转到另一个问题。中国正如我们所理解的，这对美国、对贵国的外交政策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挑战。这对我们欧洲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美国已经将中国定义为未来许多年的关键战略挑战。这也是美国政府官员告诉我们，美国必须更多地参与亚洲事务，因此需要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和力量的理由。但现在有媒体报道称，白宫可能对与中国达成战略协议感兴趣，甚至可能包括台湾问题。您能否简单谈谈川普政府的中国战略？我没有看到你提到的那些关于台湾战略协议的报道，所以我对此不做评论。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两国政府之间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战略协议的对话。我们讨论过的是，我们不能吸收全世界的生产过剩。在过去的30年里，这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美国经济扮演的角色。包括对欧洲也是如此。顺便说一句，我们并不责怪德国人奉行一项使其出口商强大的政策，我们只是希望美国领导层能够采取一项能够增强我们出口商实力的政策。因为现在我们发现自己处境非常不稳定。我说我们指的是整个西方，指的是北约联盟，指的是美国和欧洲。因为在一个高度复杂、高度全球化的供应链世界中，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于那些可能并不以我们最佳利益为出发点的国家，即使他们是还算不错的贸易伙伴，但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经济上来说仍然有点冒险。总统的意思是，我们必须重新平衡全球经济，尤其是在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上。我们不能再吸收每年数千亿美元，甚至接近1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这种再平衡意味着，我们认为中国应该让本国人民更多的消费，他们为了增加巨额出口，一直压低国内消费水平。这意味着，在一些全球贸易协议中，美国制造商需要得到更公平的对待。这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与我们在欧洲的一些朋友以及一些更具对抗性的国家达成一些新的贸易协议。当然，我们也要小心，因为虽然我们想要重新平衡全球贸易，而且这无疑是我们政策的明确目标，但我们也要确保以正确的方式做到这一点。是的，你们已经看到媒体报道说，中方主动联系了美国。当然，我们会和他们坐下来谈，我不打算透露太多细节，也不会预先判断谈判结果，但我们希望能够为了美国工人以及美国制造商的利益，来重新平衡贸易，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认为，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至少可以和中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保持开放的对话，但这并不意味着旧的经商方式会保持稳定或持续下去，这根本不可能，10年前就不可持续。我们非常致力于改变它，但是我们愿意和我们的朋友以及那些更具对抗性的国家进行对话，讨论这种再平衡最终会是什么样子。大家要记住，总统宣布这些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根本性变革的解放日才过去刚刚差不多30天，所以我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变的初期阶段。我认为这一转变将真正有益于美国和欧洲，但从根本上说，这件事必须发生，而且将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发生。好的，如果你们和中国之间展开初步讨论，我认为这很好。您能否详细说明一下？您对欧盟和美国就这些贸易问题进行成功讨论的期望是什么？我们能给我们在布鲁塞尔的朋友们带去什么信息吗？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显然也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好的，简单来说，我们和很多欧洲朋友的高层，包括总统和国家元首之间，我和欧洲政府官员之间，以及贸易代表之间，都进行了非常好的对话，也包括贸易协定中非常具体的技术细节，这些对话正在进行中。但我可以先提出几个总体原则。
我认为，首先，美国希望它的出口商以及工人能够得到更公平的待遇。我们希望，就像美国市场向许多欧洲商品开放一样，我们也希望欧洲市场能够向美国商品开放。这里面既有农业方面的因素，也有增值制造业方面的因素。我们认为，在软件以及更偏硬件的技术方面，我们有一些很棒的国防技术公司。一方面，我们的欧洲朋友说，我们想要加强国防，我们想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另一方面，如果销售软件和硬件的是美国公司，他们似乎就不太愿意合作。我们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我们认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军事硬件和软件，而且我们认为作为好盟友的一部分，我们当然希望欧洲在欧洲大陆的防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我们也认为他们可以与许多优秀的美国公司合作。所以再说一次，这不一定是一个零和博弈，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协同的关系，但基本原则是，我们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美国出口商和美国公司的态度都过于强硬。我们希望整个世界对美国工人生产的产品更加开放。我们可能不够客观，但我们认为我们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好的。如果我们的一些欧洲朋友能够取消一些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包括监管障碍，我们就能与他们建立更好的贸易关系。你们有一个国防部官员完全不顾实际法律或法规，直接说我们不购买美国产品。明白。有时候欧洲的官员会说我们要惩罚美国科技公司，但我们绝不会用这种方式惩罚欧洲科技公司。我们只是希望多一点公平，或者用总统最喜欢的词来说，对等。而且我们认为和欧洲进行这种对话非常容易，希望我们的欧洲朋友也同意这一点。我朋友示意我们时间快到了，我尽量。我正玩得开心呢，我们可以再回答几个问题。好的，很好。我的团队在后边很紧张，你们看不到，但是我们会尽量简短。非常感谢。我们听说未来几天或2周内，总统将出访中东。是的。该地区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伊朗及其核野心等等。您能谈谈这个地区吗？我是说，未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比如加沙问题，还有伊朗德黑兰的问题，您期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会争取伊朗浓缩铀减为0吗？有人建议这样做，还是说我们会重蹈10年前达成的协议的覆辙？是的，之前的协议，也就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存在一些问题。这是协议在美国的名字，我想在欧洲也是这么叫的。协议的2个大问题是：第一，执行或核查机制非常薄弱。我认为它实际上并没有起到阻止伊朗走上核武器道路的作用，这是必须改变的一点。第二，我们认为他们核计划的某些部分在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下被保留了下来。虽然他们不是核武器，伊朗也没有核武器，但这使得伊朗可以继续朝着核武器的方向发展。如果他们启动开关并按下启动按钮的话，而且我们不能只从伊朗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正如总统所说，我们认为这里存在一种协议，可以让伊朗重新融入全球经济。这对伊朗人民来说是件非常好的事情，而且可以彻底阻止他们获得核武器的任何机会。这就是我们谈判的目标。正如总统所说， A 方案对伊朗人民，甚至对伊朗领导层中的一些人来说都非常好，而 B 方案则非常糟糕。这对所有人来说都很糟糕，也不是我们想要的。但这总比伊朗拥有核武器这个 C 选项要好。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这是完全不可能接受的，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思考的事情。因为这不仅仅是关于伊朗，如果伊朗拥有了核武器，那么下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会是谁？
当那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后，再下一个国家又是谁？我们真正关心的不仅仅是伊朗，而是核扩散问题。总统在几周前的一次采访中也说过，在媒体的漩涡中，信号和噪音混杂。这个信号非常明显，但却被噪音淹没了。总统非常厌恶核扩散，我也一样。我认为总统会非常乐意与俄罗斯和中国坐下来，共同商讨如何改善现状，大幅减少全球范围内的核武器数量。当然，这并非朝夕之间可以实现的，但愿几年后我们能有机会进行这样的对话。但如果放任世界各地多个政权竞相研发核武器，那么这一切都无从谈起。而且我们真的认为，如果伊朗这块多米诺骨牌倒下，你将会看到核武器在中东地区扩散，这对我们非常不利，对我们的朋友非常不利。这是我们认为不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在不对谈判进行预判的情况下，我想说，目前为止一切都还不错。我们对伊朗人对我们提出的一些要点的回应感到非常满意，我们对一些中间人和在场人士所发挥的作用感到非常满意，特别是阿曼人，他们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感谢。所以目前为止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这终究会结束，结果要么是伊朗放弃他们的核项目，他们的核武器项目，他们可以拥有民用核能，没问题。但我想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拥有民用核能和铀浓缩能力，但没有核武器？答案是没有。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只拥有民用核项目，如果他们同时具备完整的基础设施，能够将浓缩铀提炼到90%以上，达到制造核武器所需的裂变材料的水平。所以我们的提议很简单，我们不反对各国发展核能，但你们不能拥有能够制造核武器的铀浓缩项目，这是我们的底线。好的，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完全同意这一点，特别是在我想Speaking on behalf of a non-nuclear country, 作为一个无核国家，我们的目标是维持核不扩散。是的，这点非常重要。这让我可以转到下一个，也就是关于北约的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大多数人不明白。Most people don't understand that the fact that we've had NATO under U.S. leadership for the last 7 years. 在过去70年里，我们在美国领导下建立的北约一直是国际核不扩散的重要工具。是的，如果我们当年没有美国在欧洲的核存在，我估计至少会有2、3个、4、5个欧洲国家会发展核武器。如果他们没有这种安全保障的话，对。所以北约在核不扩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6周后，我们将迎来北约峰会。同样也有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将是国防开支的持续问题。正如我们之前在讨论中提到的那样，欧洲国家正在加大投入，但我们也听到了本届美国政府提出的更宏伟的要求。那么您能否谈谈您对北约峰会的期望？在国防开支方面，您希望峰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欧洲需要做多少才能减轻美国在欧洲的负担？是的，我认为这其中包含几个不同的部分。首先，总统已经表示，他希望看到北约的国防开支达到 GDP 的5%，并且他认为这与我们的欧洲盟友告诉我们的，他们对世界上某些威胁的担忧程度相符。而且，鉴于不幸的是，过去几十年里，许多欧洲国家的军队发展都停滞不前，所以现在需要迎头赶上。这就是总统设定的目标。当然，欧洲国家会自己做出决定，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目标。但真正重要的不仅仅是支出本身，还在于资金的使用方式。在此，当我们审视一些欧洲盟友时，我们感到担忧。我在第一次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时就提出了这一点。
即当我回顾10年前、15年前、20年前的德国时，德国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是，他们保持了其经济的工业实力，使其与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相符。但现在我们在欧洲看到的是，我们的许多欧洲朋友正在去工业化，而与此同时，我们都看到真正的硬实力的经济基础需要非常强大和有力的工业，因此不仅仅是花钱。尽管这很重要，我们要确保的是为第一世界生活水平提供动力的同一经济引擎，在万不得已时可以生产战争武器。所以我认为这其中既有完全独立于支出水平的经济因素，当然也有支出水平的问题，但我们真心希望也真心关注欧洲能够自给自足。几周前我接受了一次采访，当时我试图强调，是的，我们和欧洲之间会有分歧，欧洲和我们之间也会有分歧。有时我会回想起2003年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坦率地说，我希望我们当时听取了欧洲朋友的意见，但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从根本上是正确的，而且我很高兴看到我们的许多欧洲朋友也认识到这一点，并认识到欧洲确实必须在欧洲大陆的防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我们在这点上是有共识的，只是如何实现以及最重要的是如何快速实现的问题。当然，在德国，正如你们所见，我们国家出现了一线希望，在国防开支方面，我们已经消除了所谓的死亡刹车。德国新政府现在有机会大幅增加国防开支。换句话说，我认为我们能够很好地回应您刚才所说的话。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精彩讨论到此结束。我非常感谢大家允许这次会议以问答形式进行。好的。We could continue this, I'm sure, for the rest of the morning, but I know you have other things coming up. 我相信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一上午，但我知道各位还有其他安排。最后，请允许我总结一下，我和我的团队都非常希望各位能够愿意并准备好延续这个传统。即美国能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重要活动中保持您这个级别的代表出席。您不是第一位来到慕尼黑安全会议的美国副总统，但我们非常感谢您以副总统的身份莅临本次会议，请您明年再光临慕尼黑。非常感谢副总统先生。谢谢。请允许我说几句总结性的发言。首先，我感谢您的友善之词，我感谢您的再次邀请。2月份之后，我还不确定是否还会收到邀请，很高兴知道邀请仍然有效。我们已经替您考虑过了。第二点，既然你们提到了德国，我想代表总统向莫茨总理表示祝贺。我知道接下来几天我们会和他进行对话，我们很期待。最后一点是，我不想重复那份文件里的内容，但我在上次慕尼黑演讲中提到的一点，虽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但我认为同样重要，那就是我在上次演讲中所说的一切，对之前的美国政府和对欧洲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同样适用。而且我发自内心以朋友的身份来说，在约束言论自由的边界与失去人民的信任之间存在一种平衡，每个国家划定的界限都会有所不同，每个国家都认为有些事情是超出政治辩论范畴的，我理解，我接受这一点。如果一个国家划定的界限与美国略有不同，我也没意见。但我认为我们所有人，特别是美国，都必须非常小心，不要以某种方式划定界限，以至于实际上破坏了我们文明赖以建立的民主合法性。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不是说欧洲不好，美国就好，而是我认为欧洲和美国都有点偏离了轨道。我希望我们都能一起回到正轨上来，我们当然愿意，并且有能力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我也相信大家也是如此。谢谢，上帝保佑你们。